么样了？这由于孩子紧张和惊吓啊，再加上在柜子里的氧气稀薄，啊，造成了暂时性的休克。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现在能带他回家了吗？可以。谢谢你啊，大夫。还难受吗？不难受了。跟妈妈回家好吗？来，慢点，慢点。今天带你回去吧，我去把账结了，顺便开张假条。你还难受吗？不难受了。我没把你让我藏在柜子里的事告诉妈妈，要不然她又该骂你了。小艺，到客厅等我一会儿。来，起来吃药。小艺啊，你爸爸舍不得说你，叶阿姨不得不说你。你把妹妹一个人锁在柜子里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吗？不是我锁的，是她自己锁的。她怎么可能把自己锁在里边呢？小艺，一个人做错了事情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诚实。我没不诚实，是我让她藏柜里的，可她自己把自己给锁里了。好，就算是她自己锁的，你不是答应陪她玩的吗？你中途又上哪儿去了？我下楼找同学了。那你就把她一个人丢在那儿不管是吗？我没想到她自己会把自己锁里。你这个没想到，那个也没想到，要不是柜子有缝隙，妮妮就憋死在里边了。小艺，这多可怕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讨厌妮妮？我没讨厌她。你也是个男子汉了，也挺懂事儿的了。你妈妈和叶阿姨的确有一些矛盾，但我不希望你帮着你妈妈来对付我，明白吗？我没有。妮妮差点死在你的手里，你还说没有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妈妈教你这么做的？不许你污蔑我妈。我还说错了是吗？你说错了，我妈根本没那么坏，是你让我爸和我妈离婚的，你才坏呢。好，你说得好。你爸爸现在不在，我不跟你说话，你给我上书房待着去。我要回我妈那边。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你在这儿吃我的住我的，做错的事情还不承认，有你这样的吗？要不是我要住你这儿，是你死乞白赖让我来的。好，既然是我让你来住的，我就要对你负责，我就要管教你。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啊，这么没教养！我要回家，我找我妈去。我告诉你，秦小艺，今天你不想清楚了，哪儿也别去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那个就是咱们的家了。那么高啊，肯定能看得特别远。啊，当然了，里边呢还有一间单独的书房呢，你可以在那儿看书、写作业。那我肯定能放特别多的书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就几个月吧，很快了。所以小叶啊，你在叶阿姨家一定要听话，要乖，你不要惹她生气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有了目标，我肯定能挨过这几个月的。我在那边少说话，不跟妮妮玩。要不是为了爸爸，我一句话都不跟雅姨说，1秒钟都不在那儿待着。她管我禁闭上，跟疯了呀！小叶，什么禁闭啊？妈，没什么。妈，我该走了啊，妈再见。小叶，你有事要给妈妈打电话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
我找秦月。他忙着呢，正备课呢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请你把电话给秦月。你前妻的。喂，秦月，我能跟你见面谈一谈吗？关于小易的事儿。能不能电话里说吧？这件事儿非见面谈不可。你很不方便吗？啊，不，没有。那好，那晚上我们在江边见。他约你干什么呀？约我谈点事儿，哟，约会呀？孩子的事儿。你告诉他，孩子在我这儿很好，偶尔闹点别扭那很正常。再说了，他是你什么人呢？说见就见，不去。我都答应他了。哟，都答应了。哟，那答应了，那赶紧去吧。你说也是哈，这前妻召见哪敢不去啊？哎，穿漂亮点啊。爸，你才回来？别慌了。拿着围巾，别聊时间聊长了再冻着。没感冒吧？鼻子还通气儿吗？就怕的是里外通气儿。前妻一来电话，心都飞了。可惜我前夫死了，没人给我来电话。你要不放心，跟我一块儿去，行吗？我才不去呢，当爹能跑啊？他那么多才艺，走了。走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出来？陆硕，小易的事情你可能误会了。小易还是个孩子呢，有什么天大的事要把他关起来？你还说误会？陆硕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没有照顾好小易。当初你接孩子的时候是怎么向我保证的？这件事情，天你确实做的不对，他已经很后悔了。他后悔就没事了。都是做母亲的，他叶天锦凭什么那样对待我的孩子？要是有人这样对待他女儿的话，他叶天锦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？陆硕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说过天锦了。你再说，我也无地自容了。但这件事情确实是个误会。为什么这样的误会，这样不愉快的事情就要落在我的孩子头上？我把孩子交给你，你却让他那样对待孩子。他不是故意的。还说不是故意的？他叶天锦难道是几岁的小孩子啊？天锦脾气急，可心眼并不坏。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，能那样对待，也算可以了。是你惹了他吧？你不要惹他，小易才会少受罪。你要是想小易，我可以让他每周多回来几次看你。常往家里跑会耽误学习的，这也是你当初接小易走的原因之一。你这样说只能让我更伤心。我
我没有本事，我没有条件把小姨照顾好，才会让她在别人家受那么大的委屈。小姨不是在别人家，如松，小姨是在自己的亲生父亲家。可她亲生父亲也许连自身都难保了，孩子能不受罪吗？我保证，以后不会了。为一点小事儿，弄得一家子鸡犬不宁的。你看都几点了，你爸还没回来。你到底跟你妈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。昨天叶阿姨不该给你发脾气，叶阿姨向你道歉。不过，你现在也算是个男子汉了，要有一点承受力，不能一遇到事情就跟你妈去诉苦，这样只会增加我跟她之间的矛盾，知不知道？我不说，你和我妈之间就没有矛盾吗？你这孩子怎么又来劲了你？昨天的事儿，小姨本来没想跟我说的，她怕我着急，孩子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还瞒着。小姨从小就那么懂事，咱们两个连一个指头都没有碰过的。昨天确实是小姨太大意了，她把妮妮关在柜子里，闷得都休克了。孩子又不是故意犯这样的错的，我怎么能用这样的手段来惩罚呢？如果你们连这几个月都坚持不下去的话，就把孩子还给我，我们怎么都可以过的。你就别赌气了，啊！我们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我现在还有什么气可赌啊？我除了伤心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有松，你别这么说。一个人过，什么都得多注意点儿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别忘了把煤气关了，啊！这件事儿用不着你操心，快走吧。那好，多保重。不错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还是回去吧，我一个人走没事的，省得你回去了也不好交代。不是婷姐，是别人打错的。真是面目全非啊！我们在这儿住了有10年吧，这还是学院为了照顾我们给我们分的房子呢。你还记得哪个窗口是我们的家吗？看你说的，自己的家还能认不出来吗？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看什么看啊？不都是你惹的祸，还不快去睡觉去？以后跟小姨哥哥要搞好关系啊！以后长点心眼，听见没有？躲在柜子里，气死妈妈了！你回去吧，小姨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住几层？3层。那你上去吧。